咁今年嘅 WWDC 2024年前幾日就功德圓滿地落幕咗啦。咁今次佢哋發布咗，即係當然啦，除咗 iOS、iPadOS 呢個嘅 macOS Sequoia 之外，我諗大家都叫做萬眾期待或者叫等咗好耐嘅嘢，就係呢個嘅 Apple 嘅 AI 啦。咁依家就改咗名，就係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簡稱 AI，咁所以喺呢條片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覺得啦，5個我自己覺得可能最期待啦，我覺得大家可以用得着嘅一啲 AI 功能嘅，因為我覺得以上嘅 AI 更新都真係好大更新咯。我覺得即係至少喺 Apple 嘅歷史上面，同埋喺呢部 iPhone 同埋 Siri 做到嘅嘢，亦都可以話叫做重新定義咗 AI 咯。無論喺佢嘅字面上，定係佢所做到嘅嘢之上。咁第5位咧就係呢個嘅 Image Playground。咁基本上咧，你就係打低你想佢生成嘅嘢啦，即係你打一個句子去描述翻佢嘅外形啊、特性啊、顏色啊嗰啲，跟住你再揀一個類別，咁個類別係可以係一個 animation 啦，可以係一個素描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DALL-E 呢樣嘢啦？呢個喺前排都好 hit 啦，基本上又係 OpenAI 研發嘅一樣嘢，就係你又係類似做嘅一模一樣，即係基本上你只要有一部支援 AI 裝置嘅 iPhone 或者 iPad 或者 Mac 咧，你打低你想要嘅嘢，佢就會自己用呢個嘅 AI 就幫你化成一幅圖出嚟咯。咁假設大家有聽過可能 AI 呢排做過啲乜嘢嘅話咧，大家對呢樣嘢都應該唔會好陌生嘅。咁不過今次係真係完全係 Apple 佢靠自己嘅 AI 去研發出嚟，而我喺 WWDC 見到佢所生成嘅嘢出嚟咧，都確實幾真實嘅。當然啦，出邊有啲 AI 佢可以直接整片出嚟，咁不過依家就 Apple 就未得住嘅，佢淨係可以整到相。咁但係假設你需要整一個 PPT presentation， 你想要可能係一個 Word 入邊加個插畫，你甚至唔需要上網去揾一幅，可能你覺得揾極都未揾到一幅最好嘅相，你直接打出嚟，佢就基本上係真係有求必應咯。都係嗰句，呢個並唔係啲咩好嶄新科技，大家一直亦都未見過嘅嘢。咁不過以前係需要俾錢嘅一個，可能喺香港都未必 available 嘅 app， 而家基本上只要你有部 Apple 嘅裝置，你就可以用到呢樣嘢咯。之後第4位，我覺得最勁嘅 AI 功能咧，其實呢個並唔係喺 under Apple Intelligence 嘅，咁不過呢個的確係一個 iOS 嘅 update， 而我覺得呢個最主要係 iPad 用得着嘅，咁就係呢個嘅 iPad 計數機啦。我諗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咁當然啦，你有一個更加大嘅 mon， 你基本上可以 show 到更加多嘅功能啦，即係例如 log 啊、sin 啊、cosine 啊，一啲更加多嘅 function。咁不過一個覺得最巧妙或者最犀利嘅嘢咧，就係呢個叫做 Math Notes 嘅功能。咁你所做嘅嘢咧，就係去拎住你支 Apple Pencil 啦，當你部iPad detect 到你係寫緊一條式出嚟，即係無論係加減乘除嘅式，你寫一個等於好，或者直式畫一條橫線，佢就會以你自己嘅字跡去顯示翻個答案出嚟咯。而成件事係即時 update 嘅，即係假設你一條式入邊，你突然間炒咗，可能將加號變咗減號，將一個數字轉咗另一個數字，你加個括號、加 log 乜嘢都好，佢係會即時轉個答案咯。咁當然啦，計數呢樣嘢除咗數學之外，另一樣用得着呢啲功能嘅咧就係 physics。喺 Apple Event 入邊，佢哋示範咗一個就係呢個嘅 Uniform Projectile Motion 啦。基本上你係寫低唔同嘅嘢，即係例如佢嘅高度啊、佢嘅距離啊、佢個 angle 係幾多，你寫一條式出嚟，佢就已經會幫你 solve 到個 equation 出嚟，就即時顯示埋個答案咯。而當你喺一條式入邊，你加個 y 等於喺面前，佢就會即時去 form 一個 graph 出嚟。同埋都係嗰句啦，呢個並唔係一個 Apple Intelligence 嘅功能啦。雖然佢係真係 AI， 咁不過假設你基本上你有部支援 iOS 18或者 iPadOS 18嘅 iPad 或者 iPhone， 你已經做到呢件事咯。即係尤其是讀 physics 嘅人，你需要畫 graph， 你需要圖像化成件事。我諗你做數嗰陣時，即係假設你要去學去做呢樣嘢嘅話，佢會快好多啦。咁不過假設你真係考試嗰啲，你就自己人手計翻。咁不過點都會令到你學習個過程會快啲咯，我覺得。第3名我覺得最勁嘅嘢咧就係呢個嘅 Genmoji。呢個咧其實即係當然大家聽得出係嚟自 emoji。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即係假設你想 send 個 emoji 俾人，咁但係嗰個 emoji 即係你抄翻成個 emoji gallery 都冇揾到一個係非常之貼合你自己目前想表達嘅嗰個 emoji。我諗同頭先嗰個 image playground 有啲似啦，你就係基本上要打一堆描述翻一個你想要出現嘅 emoji 嘅一啲嘅字句，佢就會根據你所描述嘅嘢去整一個 emoji 咯。呢個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試下咯。咁不過當然啦，我唔知呢件事即係你整咗 emoji 出嚟，跟住你 send 去 Android 機會發生咩事啦嚇。呢個功能我覺得真係幾好，因為我覺得有陣時我哋真係想揾一個 emoji 去表達我哋自己。咁但係有陣時一係你揾唔到，一係你就已經 send 咗一個 emoji send 咗太多次，我哋就想轉一轉另一個風格咁樣，我覺得都可以用呢個 Genmoji 去整一個真係屬於你自己想表達嘅嗰個 emoji 咯。聽落好似幾複雜咁不過就係咁樣啦。第2名咧就係一啲我嚟寫作嘅工具啦。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可能要 send 一封 email 或者 send 一段文字俾你嘅可能上司、老師，唔知邊個都好，老細又好，
即係假設係一封好 formal 嘅信，你就寫得好 informal。跟住又或者可能你想個語氣好啲，即係假設你想鏟人上天花板咁，但係你就唔想用啲咁粗俗嘅字嘅話，你基本上就可以撳一個掣啦，佢就會有幾個選擇俾你嘅，即係你係想改變翻佢個 tone，即係可能會溫和啲啊，令到佢可能更加 professional 啲，令到成封 email 或者成段文字可以變到佢本身應該屬於嗰個性質嘅嗰個態度或者語氣咯。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會，可能我想寫一封 email 俾一個老師嗰啲，跟住但係可能我就唔知啲詞語用得啱唔啱，又或者點樣令到成件事，即係雖然我都已經盡量以一個好有禮貌嘅方法去寫，咁但係就可能有更加禮貌嘅方法咧，就可以令到成封信更加 professional， 令到老師覺得我嘅文筆更加好。咁同埋假設你寫英文嘅話咧，佢都會去 proofread 你有冇錯字啦，或者啲 grammar 用得啱唔啱啦，佢會幫你 proofread 一次咯，即係有啲似 Grammarly 啦。咁不過而家係真係 AI on device 咯。而最後一個咧，亦都係我諗成件事最大一個 highlight， 亦都係大家最期待嘅更新咧，就係 Siri 啦。我諗假設大家有用過任何 Apple 裝置，即係無論 iPhone 啊、HomePod 啦，我諗我都唔需要再三再強調翻 Siri 依家目前呢個狀況有幾咁唔好啦。好聽啲講句，咁而今次呢個 update 咧，似乎 Siri 將會聰明好多好多嘅。咁首先咧，當你去召喚 Siri 嗰陣時咧，你部 iPhone 個邊緣咧就會出現一個即係發地光，有啲五顏六色嘅一啲嘅顏色嘅一個光圈咁樣啦。同埋隻 Siri 都有一個全新嘅 logo 啦。我唔肯定大家對呢個 logo 有咩睇法啦。感覺上我可能依家目前為止我都係中意以前嗰個多啲。咁不過點都好啦 ，Siri 咧依家係會真係去明白你講緊啲乜嘢啦。即係假設你想問 Siri， 可能即係例如阿媽個電話號碼係幾多號，跟住佢答咗你啦。咁跟住你下一條問題咧，你再問翻佢幾多歲啊？咁樣咧，即係佢都會知佢係代表緊阿媽咯。即係唔使再三強調佢係邊個啊？佢係阿媽定係姨媽定係姑姐定係唔知邊個定係，即係佢會承接翻你上一條問題咯。你而家亦都可以打字啦，對 Siri， 以前好似好得嘅，咁不過好似前一排好似就取消咗定唔知點樣。依家你可以打翻啦，同埋有啲似 ChatGPT 啦，同埋 Siri 亦都可以去分享一段可能一段文字、一個 meeting 你錄音咗嘅嘢，再將佢整合成一個 summary 啦，即係令到你可以一眼睇得出佢成段文字最主要講緊啲乜嘢，有啲咩重點，就唔使睇一啲可能你覺得唔等使嘅嘢咯。同埋而家你部 iPhone 都會更加去知道你喺呢部電話有啲咩操作嘅。總言之，你可以做到嘅嘢咧，就係你可以去問翻 Siri 一啲關於可能你一部電話入邊你同人 WhatsApp 過，跟住入邊就有啲資料喺入邊，又或者係啲 email 入邊有一啲資料喺入邊，又或者可能喺唔同嘅 app， 基本上你問佢一條問題，佢就會自己識得去抄翻。例如喺一段 WhatsApp 入邊，即係假設阿媽有同過你講佢生日，可能想喺唔知邊間餐廳慶祝，你唔使撳入去 WhatsApp， 你問 Siri 阿媽今晚個生日喺邊度慶祝，佢就會自己識得喺 WhatsApp 嗰度抄翻個答案俾你咯。又或者假設有啲咩資料喺 email 入邊，去採取翻入邊啲資料再答翻你咯。以前可能你要開唔同 app 先知道晒全部嘅資料啦，即係假設你要開電郵、開 WhatsApp、開可能 IG 先至知道成件事個完整個 detail。依家你問 Siri 一啲你想知嘅問題，佢已經會識得去採集翻嗰啲嘅資料，再俾到答案你咯。所以就會慳翻好多時間咯，真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 Apple 都有講嘅咧，就係佢係有同 ChatGPT 佢有呢個嘅聯合一個互動啦。嗱咁 Apple 其實佢由頭到尾都再三強調，即係所有嘅嘢、你所有嘅問題、所有嘅資料，佢雖然會根據翻你一部電話入邊嘅資料再答翻你想要知嘅嘢，所有嘅嘢並唔會 upload 上去雲端，全部都只會喺你一部裝置入邊發生。咁不過假設有啲咩你想知，可能一啲關於 factual 嘅嘢，即係可能一啲本身你部電話冇嘅資料，可能你例如想上網查資料咁樣 ，Apple 就會問翻你，你會唔會想我去批准 ChatGPT 去答翻你呢條問題咧？咁樣，咁你可以答反對或者允許嘅。咁假設你答允許嘅話咧，基本上佢就只會去揾一啲你需要嘅資料，再 upload 上去 ChatGPT。其餘一啲唔關事嘅嘢，一啲可以喺呢部裝置入邊自己搞掂嘅嘢，佢唔會 upload 上去嘅。咁以上就係一部分我最中意或者覺得最有興趣去測試嘅一啲 Apple 呢個 Apple Intelligence 嘅功能。當然，再其他嘅，假設你喺你幅相入邊，即係例如你個 background 有啲唔三唔識七嘅人，你想移除佢，令到你嘅回憶更加美好嘅話咧，你可以去查走嗰啲人咯，同埋佢都會去整理同埋組織翻你入邊收到嘅一啲嘅通知啊，即係例如一啲 WhatsApp、一啲 IG， 佢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散收收咁搭埋一堆。咁呢啲以上就係一部分 ChatGPT。My God，Apple AI 唔係 Apple Intelligence 嘅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簡稱 AI。咁不過另一樣嘢你要知嘅咧，就係以上嘅功能咧，其實都只不過係適用於 M 系列嘅 iPad 同埋 M 系列嘅 Mac， 即係 M1、M2、M3、M4 Power 嘅任何嘅裝置，同埋支援 A17 Pro 晶片嘅 iPhone。咁其實係得兩部嘅啫，就係 iPhone 15 Pro 同埋 iPhone 15 Pro Max。就算你有一部 iPhone 15
即係最基礎嗰隻咧，甚至 iPhone 14、iPhone 13咧，你都係用唔到嘅。當然啦 ，iPhone 16出嚟嗰陣時，我會覺得佢會全系列支援啦。咁不過目前嚟講，似乎 iPhone 15 Pro 就係第一部支援 AI 嘅 iPhone 咯。咁當然啦，今次 WWDC 除咗 Apple Intelligence 係最大嘅重點之外，仲有一啲 iOS 18嘅功能啦 ，iPadOS 18、macOS Sequoia， 咁呢啲所有嘅 software 佢都會喺秋天啦，就可以令到大家去 download 啦。咁不過假設想而家優先 download 嘅話咧，你都可以嘅，你 download 翻個 developer beta 就得㗎啦。咁不過我唔排除佢會有 bug 啦。咁不過假設大家有另一部電話，即係唔係大家用開嘅嗰部電話嘅話，我都唔建議大家去 download 喺你平時用得最常用嘅嗰部電話咯。咁就係咁啦。唔知大家對 Apple Intelligence 簡稱 AI 有啲咩睇法咧？你對 WWDC 一啲全新嘅 update 有冇啲咩見解咧？任何嘢都可以歡迎下低留言話俾我聽，我都有興趣想知道。或者同埋記得撳 like 啦，記得 subscribe，記得撳鐘仔。咁就係咁樣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